人类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两地之间最佳的运输方式。从高桅帆船到现代汽车，旅行始终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两点之间的移动，人类就要借助一些庞大的交通工具，包括飞机、火车、船只，以及其他用以代步或运输的装置。Human beings by nature want to do things bigger, faster, beat the next person. It's part of our DNA. 本期节目要讲述的就是人类交通工具的壮大史。航空运输可谓是现代社会最快也最高效的运输方式之一。全球各地对航空运输的需求很大。以美国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为例，2017年的旅客吞吐量就达到了近8000万人次。随着航空业的需求有增无减，各大飞机制造商开始着手建造巨型飞机，也就不足为奇了。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开始着手超大型客机的研发计划，主要研发未来能占领市场的超大型运输机。2007年10月25日，被空中客车公司称为21世纪旗舰产品的空中巨无霸进行了第一次商业飞行，它就是空中客车 A380。空中客车 A380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客机，其载客量也在全球首屈一指。这款双层宽体客机的体量非常庞大，机身长约73米，整个机体表面的涂装就需要大约3600升涂料。空中客车 A380的高度在24米左右，尾翼的高度几乎有10层楼高。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在560吨左右，相当于100多头大象的重量总和。当然，要制造如此庞大的飞机，绝非易事。空中客车 A380在生产过程中接连遇到设计定义、生产制造、电力系统安装以及机身内500多公里长的配线等问题，这导致空中客车公司屡次延迟交付日期。此外，每架空中客车 A380都要针对客户的特殊需求进行定制化生产，这样一来，空中客车公司就必须开发新的生产流程来组装空中客车 A380的机身段，并修改总装线的装配节奏。这项工程异常庞大，而空中客车 A380在人类的航空运输变革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其实，人类航空运输变革的开局并不顺利。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创造过许多航空工具，但它们的表现总是差强人意。德国的齐柏林伯爵号证明，飞艇能够实现远途运输。1936年3月4日，由纳粹德国建造的兴登堡号飞艇开始了它的第一次飞行。它是一头大约245米长的空中巨兽。But it had a fatal flaw in that it was filled with hydrogen rather than an inert gas like helium, which is what you would use today. 德国齐柏林公司设计的兴登堡号飞艇原本是一艘氦气飞艇，可当时只有美国的工业副产品能提供氦气。
而美国是严禁氦气出口的。And hydrogen, of course, is highly flammable. 兴登堡号飞艇是第一个提供了欧洲与北美洲之间定期服务的客运工具。1937年5月6日，悲剧性事件从天而降。兴登堡号飞艇在完成跨大西洋飞行后意外失火，转眼化为一堆灰烬。97名旅客中有62人得以生还。飞艇在投入使用的几十年间，灾难事故不断。在兴登堡号空难发生之后，飞艇时代走向结束。But it made people think, well, if an airship can do it, perhaps we can start looking at conventional aircraft that can do it. 有些飞机的运营时间甚至比飞艇还要短，但是人们普遍认为飞机的危险性较低。1949年，英国布里斯托尔飞机公司的布拉巴宗客机开始首飞。It was a very simple ceremony for such a spectacular machine as the Brabazon, which is bigger than any aircraft in the world that has yet flown. 它的机身重量与航天飞机大致相当，差不多有70吨重，庞大的体型令人叹为观止。When they built the Brabazon, the factory at Filton in England, where it was built, they had to extend the runway to accommodate it. 当布拉巴宗客机第一次升空时，据说试飞员比尔·佩格忍不住喊道：“天哪，它真的飞起来了！”地面上的群众高 For an airplane that big, whereas today we'd have 400. 大约20年后，另一款巨无霸飞机搏击长空。这次，它的设计者们自然不会重蹈覆辙。波音747飞机当时成为了全球远程航运载客量最高的飞机。It revolutionized airline travel.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that, simply because of its size. 1968年9月，第一架波音747客机在美国西雅图的埃弗雷特工厂制造完成。这座工厂是当时世界上体积最大的建筑之一。到目前为止，波音公司已经交付使用了上千架各类型的747客机。到1989年初，波音公司已经可以大量生产747客机。Millions of people who could not previously afford to fly internationally suddenly could. So its contribution was enormous. 波音747的运输力表现同样可圈可点，它可以被用来运输航天飞机。波音747采用4台涡轮风扇发动机提供动力，是当时世界上速度最快的亚音速喷气式客机，能在1秒内飞越将近3个足球场的长度。它运载过数十亿名乘客，在全球约80家航空公司服役，航程超过560亿公里。There's still people in Boeing who don't like it being called the jumbo jet, but I don't think that's ever going to go away, that name. 波音747和空中客车 A380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目前一种新机型正处于研发阶段。更准确地说是旧貌换新颜，而且它真的非常大。天空登陆者号融合了飞机与飞艇的外形特点，它于2016年8月17日在英国贝德福德郡的卡丁顿机场进行了首次试飞。其最初以玛莎·格温为名，比全球最大的喷气式客机还要长大约15米。
The Adelaide 10 is very, very large. It's as long as a football field. It's over 90 metres long. 天空登陆者号原本是为军事研发，作为侦测之用。可是因为资金不足，一度遭到搁置。2015年5月，英国混合航空器公司混合式飞艇项目得到了约237万英镑的筹款。现在，天空登陆者号可以用于执行空中侦测、提供援助，甚至是载客交通运输的任务。But the important thing and the interesting thing is it can stay airborne for many, many days. 该公司希望截至2021年，每年生产10架天空登陆者号。它从伦敦北部的卡丁顿机场升空。这座机场是1战时期的2级保护建筑，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用于存放飞艇。2016年8月24日，这架飞行器进行了第2次试飞，结果因为撞到电线杆导致损坏。虽然机组人员并未受伤，但这却清楚表明他要想成功，仍旧任重而道远。At the end of the day, if we don't support things that are a little bit advanced, a little bit unusual, we don't make any progress, do we? 各种各样的航空器虽然也能创造舒适的环境，但是航空交通运输还是比不上奢侈、豪华、高雅、尊贵的海上运输。They're grand ships, and the feeling in the night with the sky of stars, it's a feeling of stately power, marvelous ships. 纵观历史，有一艘家喻户晓的巨轮，可以说非常能代表远洋邮轮的兴盛。英国的豪华蒸汽邮轮泰坦尼克号在北大西洋沉没已经有100多年，这次海难事件共导致1500多名乘客丧生。1911年5月31日，蔚为壮观的泰坦尼克号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工钢铁构造物，举行了首航仪式。Now, Titanic had been built to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the day. In fact, she exceeded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the day in some ways. 泰坦尼克号的典型特征包括采用双层船底，还有自带电动水密门的15道水密隔墙。这些隔墙能够独立操作或者同时操作。鉴于这种独特的隔墙设计，当时的造船专家杂志认为它根本不可能沉没。但是，泰坦尼克号的这些隔间虽然采用了水密设计，不过还是无法阻止海水进入。它的另一个设计缺陷就是船上的救生艇数量不足。这些救生艇能搭载大约1200人，但是泰坦尼克号运载的乘客数却将近3300人。1912年4月14日晚上大约11点30分左右，泰坦尼克号豪华邮轮在茫茫黑夜撞上冰山，池水线下方划出一道大约90米长的裂口，最终只有大约700人生还。In many ways, it was a turning point, a shock for the travelling public and for everybody that such a large ship could sink. But any ship can sink. 泰坦尼克号的惨痛教训促使造船业改进了安全制度。1913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要求，必须携带能够装载所有乘客的救生艇。在2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航空业威胁的造船业，把目标放在了建造更大更好的船只上，同时开始注重其安全性。这一时期造船业的成功典范，就是一艘以英国女王命名的豪华邮轮。
She was 1,019 feet long and about 81,000 tons gross, 3 funnels, a large, elegant ship, and the biggest liner in the world at the time. The Queen Mary moves. The rudder at her stern strikes the water, and gracefully her long hull glides down the slipway. 英国建造玛丽王后号邮轮，原本是想和法国的诺曼底号超级邮轮一较高下，它超级庞大，排水量高达8万吨左右。Queen Mary was so big that when she was built, it was thought that she would scarcely notice the sea. It is said that they had decided not to put handrails down the main passageways through the accommodation because they wouldn't be needed. Well, handrails were subsequently fitted because she too could roll. 1936年7月1日，玛丽王后号开始首航，并试图赢得船运界的蓝飘带奖。这个奖项专门颁发给以最快速度横渡大西洋的船只。玛丽王后号在首航时因为天气恶劣铩羽而归，可是，在8月31日，它重整旗鼓，再度展开尝试，最终在3天23小时57分钟后到达纽约，一举夺得了蓝飘带奖。The Queen Mary does it again on the voyage home. Having averaged 31.69 knots, nearly half a knot more than the Normandy's best, she docks at Southampton, undisputed Queen of the Atlantic. She had 24 boilers supplying the steam for her steam turbines. This occupied an enormous proportion of her hull. Most of the volume of the ship really was taken up by the machinery to drive her across the North Atlantic. 当时的玛丽王后号是许多社会名流趋之若鹜的旅行工具。到20世纪60年代末，横渡大西洋的客运市场逐渐被各大航班占领。那些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豪华邮轮开始一个接一个的销声匿迹。Queen Elizabeth II was launched by the Queen on the afternoon of the 27th of September 1967 before an enormous crowd. It was a very impressive day. I happened to be lucky enough to be there myself. 玛格丽特公主形容它是英国的旗舰，伊丽莎白2世号可以说是当时豪华邮轮的典型代表。整个邮轮的长度大约有290米，相当于40辆伦敦巴士首尾相连的总长度。它的排水量属于中等水平，有7万多吨。在抵达美国的纽约港时，该邮轮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在1975年，这艘豪华邮轮展开了首次环球航行，从而为邮轮的未来发展找到了道路。这说明伊丽莎白2世号邮轮在航空运输称霸的年代照样能够生存，而且也绝不是最后一艘邮轮。The cruise industry has exploded since those days. One would not have imagined in the 1960s, in 50 years' time, we would be building so many enormous large passenger ships simply to take people on a holiday. But we do. 话说的丝毫不差。至尊公主号在当时确实是人类建造的有史以来最大、最昂贵的邮轮。它的建造成本大约是5亿美元，排水量超过10万吨。至尊公主号拥有1300间特等客房与套房，可容纳将近2600名乘客。另外，再加上约1100名船员。它是第一艘指定乘客到不同餐厅用餐的邮轮，目的是便于管理乘客。至尊公主号的成功归功于它的创新设计和布局，这对后来的邮轮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这个航空运输称霸的时代，至尊公主号邮轮提供了一种惬意时尚的旅行方式。它的庞大奢华令人惊叹，但毋庸置疑的是，它在这场规模竞赛中注定将被赶超。美国海洋绿洲号邮轮的标准排水量约为22万吨，约是泰坦尼克号的5倍。它拥有大约2600间客房，最多可容纳破纪录的6296名乘客。Amongst the largest cruise ships in the world are the Oasis-class cruise ships, which have recently been built, and they're 225,000 gross tons, which is a very large ship indeed. 邮轮的住宿设施中，包括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复式套房、独立的阳台，配有按摩池和用餐区。旅客身在其中时，迷人的海景尽收眼底。Some people view them as an apartment block lying on its side. 整艘邮轮格外庞大，共划分为7个主题社区。第8层是中央公园，也是露天综合休闲区，包括商店、餐厅和花园。邮轮上还有一座露天水上剧院，拥有600个座位，每晚都有水上杂技和空中表演。泳池甲板沿着邮轮纵向伸展。海洋绿洲号是当时极致奢华的象征，各种各样的设施应有尽有。它确实是邮轮里的璀璨明珠，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客运交通工具之一。而新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海洋魅力号，凭借区区5厘米的微弱优势，超越了它的姊妹船海洋绿洲号。船舶和飞机各自独霸一方，形成了截然不同却又相互补充的市场。随着公路运输的兴起，另一种客运工具似乎注定要江河日下。可是，通过提高产品的规模、品质以及最关键的速度，它已经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全球各地，铁路运输重新进入大众视野。There's about 1 million kilometers of railway line in the world. 2004年，世界上第一条商业运营的高速磁浮列车，在中国的上海市开始全天对外试运行。上海磁浮列车是全球修建的第3条磁浮列车线，但却是唯一实现商业运营的高速磁浮列车。Maglev stands for magnetic levitation. This was constructed a little bit as a showpiece. It's almost a demonstrator. They use electromagnets, and like polarity, they get the train to be repelled to cause the train to be held in the air by the magnets on the structure. 上海磁浮列车的设计速度为每小时860公里，也就是说，30公里的路程只需要2分钟左右。上海磁浮列车每天都在运营，目前累计运营里程已经近2000万公里，准点率平均高达99.98%。And they also use a form of electromagnetic propulsion too. Again, it's attraction between magnets in the structure, magnets on the train. So they get very fast speeds out of it. 接下来要说的这列火车会穿过地球上有人居住的异常干燥的大陆腹地。就运行方式而言，
它代表的是火车运输的过去，而不是将来。但这也恰恰是它吸引人的地方。车的所有车厢加起来长度超过1000米，约有1096米，是伊丽莎白20号邮轮长度的2倍多。It was named again in honour of the Afghan camel drivers who had been the means. 自从汉号列车投入运营以来，铁路技术已经取得了惊人进步。它是速度与舒适度的融合体，在连接城市中心方面，更是具有航空运输无可比拟的便利性。这是铁路运输的新时代，是属于动车和高铁的高速列车时代。法国高速列车属于载客列车，第一条投入运营的法国高速列车线路开通于1981年9月。多年来，法国高速列车始终处于欧洲高速铁路运输的领先地位。They're fast. The track has to be long radius curves and not rough, but smooth track with no significant bumps or disruptions in the track profile. 它仍旧保持着轮式载人列车的最高速度世界纪录。它的最高运行时速可以达到大约580公里。不过，要以这种高速度运行，必须要考虑到诸多因素。首先，这种列车需要巨大的能源驱动。一列以480公里时速行进的列车，要比以160公里时速行进的列车多消耗大约27倍的能源。更严重的问题是，人体根本无法承受如此快速的加速，而且在这种高速行驶状态下，乘客很容易出现晕车反应。为解决这一难题，高速列车在转弯时会降低倾斜角度，所以乘客能够感觉到列车在过弯。The TGVs also have a feature where the wheel sets are shared between two adjacent cars because it reduces the ability of adjacent carriages to jump relative to each other. It smooths out the whole operation of the train. 法国高速列车有一条备受欢迎的运营线路，时速能够达到490公里以上，走完全程只需要2小时20分钟。The engineering innovation is the design of the whole system to be reliable, to be fast, and to be safe at the same time. 欧洲一款高速列车推出了别出心裁的旅行方式，它就是欧洲之星。列车线路要穿越海底。这趟列车需要高速穿越英吉利海峡隧道，它是世界上海底段最长的铁路隧道，大约有38公里。The only place that this locomotive operates is in the Channel Tunnel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France. 美国土木工程学会将英吉利海峡隧道认定为现代世界7大工程奇迹之一，与它齐名的还有帝国大厦和巴拿马运河等。It's only a 35-minute trip, so it's kind of special. It's the only place these locomotives are used. 每天有大约400班列车经过隧道，日平均运载乘客大约5万人。这个载客量超过了英法之间所有飞机航班的载客量总和。乘客甚至可以带着自家的汽车乘车，只需将汽车开上或者开下列车即可。欧洲之星列车几乎可以运载任何车辆，其
汽车和乘客可以携带尽量多的行李，因为超重行李无需额外收费。至于欧洲之星列车本身，车体长度为400米，相当于4个足球场的长度总和。They're quite a powerful locomotive, 6 axles, specially designed and built for this particular purpose. 欧洲之星列车当然由列车司机控制，可是对所有类型的交通工具来说，无人驾驶才是未来的趋势。现在，世界各大机场都有无人驾驶列车，负责在航站楼之间载运短程旅客。可是，在阿联酋，有座城市的交通运输系统都已实现了无人驾驶。迪拜地铁已经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最长的无人驾驶地铁系统。Started operating in 2009. It's about 75 kilometres of track, and they're increasing that. 到2020年，迪拜的城市人口预计将会达到500万左右。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改善交通环境对迪拜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迪拜地铁的建造旨在解决城市道路拥挤现状，缩短旅行时间，减少空气污染。The term metro has different uses in different places. Trains which don't run to timetable have a turn up and catch the train sort of thing, so they have to have a high frequency between the trains. 迪拜地铁的日载客量平均可达50万人左右。到目前为止，共运送乘客超过5亿人次。在这条世界上最长的无人驾驶轨道线路上，它的运行时速可以达到110公里左右。You can run more trains per hour, you can unload and load them more frequently because they're single deck and you're not waiting for people to file into a narrow space to find a seat. 这套地铁操作系统可以在无需人为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运作。事实上，在这个地铁系统中工作的人员只有10人。铁路运输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日渐落伍，但是现在说它已经起死回生，还算是保守判断。To measure the number of passengers that are moving around per day, they are measured in passengers per kilometre. And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order of 9 billion passenger kilometres per day across the world. 可是，曾在整个20世纪严重威胁铁路运输的因素并没有消失。以2012年为例，76.3%的美国企业员工都是驾驶汽车上下班。2014年，欧洲的汽车使用率超过2.5亿辆。看起来，不管飞机有多大，邮轮有多奢华，列车有多快，汽车仍旧是我们今天的主要交通运输方式之一。所以，激发我们雄心壮志的动力之源，并不仅仅是列车、船只或飞机，还有能带来不同体验的汽车。劳斯莱斯幻影的制造初衷就是要打造一款世界上最好的汽车。劳斯莱斯第7代幻影是2003年劳斯莱斯被并购后推出的新一代汽车。这代幻影配备12缸宝马发动机，能让其在不到6秒内实现100公里加速。劳斯莱斯幻影的车身高度超过了1.6米，每一辆都是定制车。
其生产时间至少需要2个月。劳斯莱斯生产的各款汽车目前仍有大约65%在路上驰骋，这正好说明它虽然独特，却并不罕见。让汽车爱好者激情澎湃、兴奋不已的，还有速度。而且还有一些人想追求风驰电掣的感觉，道奇蝰蛇也就应运而生。道奇蝰蛇拥有目前所有量产车款中可傲视群雄的发动机，它装配的是一台马力强劲的8.4升杯10发动机。It is an all-American action supercar. Its big engine is literally out of a truck, but they've transformed it into a performance car engine that just is brutal. 威10发动机是在克莱斯勒 LAV8 卡车发动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道奇蝰蛇能够在短短3.4秒内快速实现从0到100公里加速。它的后轮轮胎直径达到惊人的350毫米，这使它成为目前量产车中轮胎最宽的跑车车型。作为一辆真正意义上的超级跑车，道奇蝰蛇当然不是浪得虚名。What makes it unique is it's got huge amounts of torque and it can spin its tyres up pretty easily. 在现有的道路和交通管理形势下，超级跑车的速度提升受限，可是铁路或者航空运输却没有这个限制。我们在建造海洋运输工具方面更是没有任何阻力。Why is man fascinated with building big things? Some might say because he can. But a lot of it ultimately will come down to economics or